近年来，韩国有越来越多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登上大荧幕，比如让人悲伤绝望的《熔炉》，悲痛无奈的《溯源》，心疼不已的小委托人。事件发生在2013年8月，韩国庆北七谷郡，一名8岁的小女孩因为腹痛被送去紧急就医，结果还没到医院，小女孩就没了生命迹象。负责急救的医护人员对小女孩进行检查，却意外地发现小女孩的身上竟然有多处的伤痕，手臂也呈现很不自然的弯曲，腹部更是有着严重的淤青。医护人员发现小女孩的真正死因正是这些外伤导致的外伤性腹膜炎，这表示有人曾在小女孩生前对其实施了惨无人道的虐待，这才导致了小女孩的身亡。那究竟是谁会对一个8岁的小女孩下此毒手呢？这时候，警察局接到了一通电话，给小女孩的死亡提供了线索。报警人呢，是一位儿童中心的护理师。他表示，在小女孩去世后，继母李某曾打电话到当地的儿童中心询问葬礼事宜，但因为平时这个继母对女儿的言行都很奇怪，导致护理师对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，于是急忙向警方报了案。这时候，小女孩的姑姑也站出来表示两姐妹爸爸继母再婚时，2名小女孩是在姑姑家一起生活的。当时的小女孩性格开朗，天真活泼，但是自从继母和李某再婚，姐妹俩被接回家住后，由于时常被继母虐待，这2名小女孩就变得内向胆怯起来。姑姑和附近的邻居都知道继母虐待2姐妹的夸张行径，自己为了阻止他们，也曾经不小心动手推倒女儿。不过自己的行为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影响。继母还表示，大女儿因为平常嫉妒小女儿拥有父母的关心，所以经常和妹妹打架，种种的供词都指向了一个12岁的女孩。可是一个12岁的孩子怎么会将自己的妹妹毒打至此呢？这时警察在审讯小女孩的姐姐时，发现了姐姐供词中的一个大漏洞。姐姐表示自己的确和妹妹有争执，但没有打过她肚子，这就和小女孩致死的原因对不上了。最后面临妹妹的死亡，然后又被指称为杀人犯，12岁的姐姐心里承受不了这些压力，才哭着说，是妈妈让我这样说的，如果不听妈妈的话，爸爸的家庭就会破碎。妈妈要我说，我是因为洋娃娃被妹妹抢走，所以才用脚踢死妹妹。在姐姐的哭泣声中，一桩桩继母对2姐妹虐待的恶行被慢慢揭开。继母虽然外表看上去平易近人，但是一旦关起门来就会变成一个恶魔，心情稍有不顺，对2姐妹就是非打即骂。不仅如此，孩子们的亲生父亲也经常虐待2个孩子，甚至有时候还会参与继母的施暴之中。对于2姐妹，殴打施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，毕竟比暴打更令人发指的恶劣行径还有很多，比如不给2姐妹食物吃，强迫2人吃下韩国辣度著名的青阳辣椒，看着姐妹俩在地上翻滚哭泣的样子取乐。随着折磨的次数多了，恶毒的继母甚至还有了新的念头，甚至试图把他们丢到洗衣机里转。根据亲戚描述，由于家中缺钱，继母甚至会把小女孩当作是揽钱的工具，比如先是要大女儿告发表哥性侵妹妹，但在检查后，亲戚发现大女儿身上并没有被性侵的迹象，继母又改口说自己也被表哥性侵了，而这样做只是为了拿到补偿金。社区儿童中心和学校也曾经了解到这种情况，并且找来继母协调，继母却对儿童中心的工作人员解释，因为家中经济困难，再加上还要养活2个孩子，于是不自觉中便产生了许多怨气，自己的行为也有些偏颇，会自行改正的。但更严重的暴打，社区儿童中心也曾多次的报警，但警察局总是以只是父母的正常管教为由而忽视掉，拒不出警，这才有了之后的惨案发生。这些让人不寒而栗的行为，一直以来因为没有证据，以及2姐妹因为害怕，使得继母一直逍遥法外，直到小女孩的死亡，才让整件虐童案曝光。最后继母被判10年的监禁，父亲也被判处3年，如今已经事隔7年，2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已然出狱，而这个可恶的继母很快也要回到社会了。但是逝去的孩子
却不会再回来。如果韩国警察能够早点出警，如果亲戚们能够及时伸出援手，如果法律能够更加健全，是不是这两小女孩就可以平安长大了？可惜生命不能重来，人生也没有如果。希望所有人呢，在遇到虐童事件的时候可以及时报警，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被父母温柔以待。